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人们还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自己晚年的生活，试着用储蓄或养育子女的方式来减轻自己老年时期的生活负担。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人们都认为养育一个孩子是最好的养老投资。一个人老了，不管有钱没钱，若是有一个孝顺的孩子，那么他的晚年生活绝对不会过得太差。老年人即使再有钱，如果孩子不孝顺，他也很难舒心的养老。然而60岁的赵大妈说，别人都羡慕她有福气，羡慕她有一个孝顺的儿子。可实际上，她的儿子虽然孝顺，但他的晚年生活却一点都不幸福，甚至可以用悲催2个字形容。为什么赵大妈会这样说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赵大妈自述，我今年60岁，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有6000块钱。由于我是事业编制退休，所以我的退休工资比大多数人要高。我老公在15年前因为得了肺癌，匆匆地离我而去。老公去世那一年，我刚满45岁，我唯一的儿子还在上大学2年级。老公刚去世那会儿，我伤心的连饭都不想吃，整夜的失眠。我迅速地憔悴下去，彷彿在一夜之间苍老了10多岁。要不是我有儿子，我恨不得随老公一同而去。自从老公去世以后，我就把儿子视作我的生命一样。我培养儿子读完了大学，在他参加了工作之后，又早早地给他买了婚房。房子是贷款买的，花光了我全部的积蓄。儿子结婚以后，我也到达了退休的年纪。那一年，我55岁。我想，自己每个月有6000块钱的退休金，这些钱足够我花了，是时候好好的享受生活了。我的前半生一直都在不停地操劳，我的工作岗位非常繁忙，可谓是一个萝卜一个坑。我就算是发着高烧，也不敢轻易请假，生怕影响了工作，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。退休以前，我整日忙于工作，根本没有时间游山玩水。现在我终于退休了，有了大把的时间游玩，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时机。在刚刚退休的那一段时间里，我的日子过得极其潇洒。我每个月有6000块钱的退休金打底，完全不用为钱犯愁。我每天考虑的最多的事情，就是哪里更好玩，哪里的东西最好吃。这段日子是我的生命当中最开心的一段时光。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，我先后去了10多个城市。那时候的我几乎天天都在路上，每天都看着不同的风景，吃着各地的特色美食。可是我的好日子仅仅维持了半年时间，就因为一次意外的受伤戛然而止。那天，我一个人独自去景区游玩，我看见前方有一个小山坡，心想，如果我站在小山坡上照相，肯定会很美。这样想着，我就爬到小山坡上，摆好了姿势，正准备拍一张美美的自拍照，发到朋友圈时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摔到了山坡下。这次意外的事故导致我胫骨骨折，住进了医院。儿子和儿媳妇每天下班之后都会来医院看望我，给我带来点心和水果。虽然我雇了护工照顾我，儿子和儿媳妇仍然不放心。他们只要有时间，就会陪伴在我身边，精心地照顾着我。儿子和儿媳妇的懂事，让我感到特别的欣慰，认为自己特别有福气。出院以后，医生叮嘱我，让我在床上静养100天，方能有利于骨折部位的恢复。我原本打算回到自己的家里，雇保姆照顾我，可是儿子却说他不放心我一个人住在家里，非让我跟他回家，他天天看着我，心里才能踏实。我知道儿子对我的感情很深，自从老公去世之后，儿子就把我当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
不希望我有任何的闪失。既然是儿子的一片好意，我也就随了儿子的心意，让儿子把我接回了家。儿子和儿媳妇白天要上班，不能照顾我，他们帮我雇了钟点工，白天他们不在家的时候，就由钟点工照顾我。儿子特意在家里装了监控，随时可以看到钟点工的一举一动，这样他就不敢敷衍了事，会好好的照顾我。100天之后，我腿上的伤终于好了。正当我想要回到自己家的时候，却发现儿媳妇怀上了孩子。儿媳妇的孕吐反应很大，于是我就留了下来，给儿媳妇做营养餐。10月怀胎之后，孙子呱呱坠地，这时候我就更不能回自己家了。我要伺候儿媳妇坐月子，要照顾幼小的孙子，每天都忙个不停。虽然我每天都很累，但是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，我的心里非常有成就感。儿子下班回到家，经常带回一些新鲜的水果和点心，一家人坐在一起细细地品尝。这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让我感觉惬意极了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孙子一出生就没有母乳吃，儿媳妇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无论如何给他催奶都无济于事。孙子没奶吃，饿得哇哇叫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放弃了母乳喂养，改用奶粉喂养。现在的小孩子都非常的金贵，那进口的奶粉1罐就要1-2千块，实在太烧钱。加上尿不湿和衣服、玩具等费用，硬生生地花掉了一个人的工资。自从孙子出生之后，家里的开支陡增。儿媳妇自从生了孩子之后，工作就没了。儿子一个人的收入根本养不活一家人。尽管我将自己的退休金全都奉献了出来，日子依然过得捉襟见肘。每到还房贷的日子，小两口就愁得不行。每个月6000多块钱房贷，将一家人压得抬不起头来。我看着小两口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实在不忍心，于是主动提出把我的房子给卖了，给他们还清房贷。我粗略地算了一下，我那套房子按照市价可以卖100多万，正好可以还清儿子在银行里欠下的房贷。虽然我不舍得卖掉自己的房子，但是我的心里非常清楚，如果我不卖掉房子，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家庭经济的窘迫。在我的坚持之下，房子终于卖掉了。100多万元的卖房款和儿子欠下的房贷基本持平。给儿子还完了房贷之后，我就两手空空了。虽然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我的心里有点不踏实，担心自己没有了退路。但我转念一想，儿子是我亲生的，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他肯定会孝顺我，给我养老。这样想着，我的心里就踏实了许多。世界上的事情，往往是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。我原本以为我和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，肯定会永远都过着岁月静好的日子，可是我却忽略了2代人代沟的问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和儿子、儿媳妇之间的不和睦就一天天地加深。孙子1岁的时候，儿媳妇找到了新的工作，小两口出门上班以后，家里所有的事情全都扔给了我。我不仅要做家务，还要把孙子带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我每天都承担着高强度的家务劳动，累得几乎要崩溃。有时候我的情绪不好，就会在儿子和儿媳妇面前抱怨几句。儿子和儿媳妇只会口头安慰我，但他们却不会帮我做事。他们下班回到家里，就往沙发上一躺，玩的玩手机，看的看电视，连孩子都懒得带。我能够理解他们上了一天班，身体很累，可是我身体上的累，又有谁能够理解呢？每次我累得不行的时候，就想让小两口帮帮我，即使不帮我做家务，帮我带带孩子也行。可是他们却说自己下班以后累得根本不想动，
让我不要太认真，家里的活马马虎虎就行了。我是一个有洁癖的女人，见不得家里有一丝一毫的杂乱。如果家里乱七八糟的，我的心情就会很糟。以前我一个人住着的时候，家里总是保持得很好，不需要经常收拾。可是自从我和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就总是有干不完的活。儿子和儿媳妇都不喜欢收拾东西，还喜欢将东西随处乱扔。每次我刚把家里收拾好，很快就会被他们弄乱。如果我说了他们还不开心，认为我吹毛求疵，太较真。他们说家是休息和放松的方，如果总是要弄得一丝不乱，根本没办法休息和放松。可是我和他们的观点却截然相反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乱七八糟的家根本没办法让人放松。为了保持家里的整洁，我只好不停地做事。我每天都要做很多的事情，已经超出了我身体的承受能力。在不停的劳作当中，我的身体彻底地垮掉了。我每天都要大把的吃药，才能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。儿子和儿媳妇都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是和我的生活理念不同而已。我知道他们都是孝顺的好孩子，因为只要他们有时间，就会开车带着我一家人出去郊游散心。街坊四邻们看到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模样，都很羡慕我，说我有福气，儿子和儿媳妇对我那么好，又这么孝顺，我的晚年生活肯定会很幸福。其实我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美好。虽然儿子和儿媳妇很孝顺，但是我的晚年生活却过得一地鸡毛。我每天都被干不完的家务事所缠绕，根本没办法享受生活。如果一切可以重来，我一定不会选择卖掉房子，在儿子的家里养老。自从我在儿子的家里养老之后，就再也不能肆意地做自己。为了一家人能够和睦相处，我不得不遵从小两口的生活习惯，按照他们的喜好过日子。在儿子的家里，我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他们的感受。我将自己的退休金全都奉献在儿子的家里，让儿子和儿媳妇两个人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小两口如今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我的无私付出的基础之上。为了让他们开心，我付出了自己的所有。我付出了自己的房子，付出了自己的劳力，付出了自己的退休金。虽然儿子和儿媳妇很孝顺，对我的态度也非常好，但我的心里非常清楚，他们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在啃老。虽然儿子和儿媳妇明知自己在啃老，但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因为在他们的身边，他们的同龄人们大家都在啃老。既然大家都是如此，那么啃老就不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。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压力都很大，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，他们很难自己买房买车。父母心疼儿女，即使明知自己被啃老，也依然无怨无悔。如今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和儿媳妇能够尽快成长起来。当他们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之后，我才能够不再被啃老，才能够实现财务自由，才能把退休金扎扎实实地花在自己的身上。希望到那个时候，我仍然有一个好身体，可以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